2021年6月30日，林生斌發微博公開自己有了新家庭。這條微博一旦激起千層浪，不只是因為他再婚生女兒，更大的刺激在於，很多人突然意識到，過去4年裡，他們看到的那個林生斌，可能和他現實生活裡的推進並不同步。他在公開平台上悼念妻兒，發紋身、寺廟、山路，做紀念品牌。另一邊，他有了新的關係、新的家庭、新出生的孩子。這兩條線撞到一起，公眾開始往回看。2017年6月22日凌晨，杭州藍色錢江小區發生縱火案，保姆莫煥晶在雇主家中放火。根據已經公開的司法信息，莫煥晶長期賭博、欠債，也曾多次偷竊雇主財物。他原本想制造火災，再通過救火重新獲得雇主信任，繼而借錢，但火勢失控了。朱小珍和3個孩子在火災中去世。莫煥晶後來被判處死刑，並於2018年執行。案發時，林生斌在外地出差，回到杭州後，他面對的是妻子和3個孩子的遺體。之後，他把微博賬號名改成“老婆孩子在天堂”，持續發布和妻兒有關的內容，忌日、生日、深夜，還有一些帶有紀念意味的時間點。他會發照片，也會寫思念、失去和沒能告別。這些內容不是每天都有，但隔一段時間就會把公眾重新帶回那場火災。他也發過寺廟、山路、九華山、雲居山。很多人當時的理解很簡單，這個人還沒有從創傷裡走出來。2018年，他做了一件傳播很廣的事，他把妻子和3個孩子的畫像紋在背上。從那以後，悲傷不再只是文字，它變成了一個留在身體上的符號。一個人可以停止發微博，可以離開鏡頭，也可以慢慢開始新生活，但紋身還在。對圍觀者來說，這個符號太強了，它讓人相信悲傷已經和這個人綁在一起。但公眾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層。火災之後，林生斌很快成了維權者。2017年7月，他曾在微博上公開指責物業，稱自己一直在為妻兒討公道，並提到火情發生後物業人員往返耽誤、救援遲緩等問題。那時公眾很容易共情，站在鏡頭前的是一個剛剛失去妻子和3個孩子的人，他指向的是物業管理、消防響應和高端小區安全系統的問題。所以早期的林生斌不只是一個悲傷的丈夫，他也是一個把私人災難推到公共問責裡的人。當時看起來，這是弱者向責任方討公道。幾年後，輿論倒查時，連這部分也被重新看了一遍。有材料顯示，火災後曾有藍色錢江業主群截圖流出，內容涉及現場照片、家屬身份、業主群動員等。也有網友質疑，遇難者照片和火災現場圖在傳播中被過度使用。這些材料不能證明林生斌有惡意，但至少說明他很早就知道公共傳播有力量。他知道控訴怎樣被看見，知道視覺衝擊怎樣影響公眾，也知道私人傷痛可以變成公共議題。這件事本身不一定有錯，問題出在後來。當一個人繼續使用這種公共情緒，並把它帶進商業系統，他有沒有把邊界講清楚？2019年，童真一生品牌店上線，這個名字取自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也延續了此前的紀念表達。說到這裡，悼念和商業並不天然衝突。一個人可以懷念逝者，也可以工作、經營生意，重新維持生活。但林生斌的品牌不是普通服裝品牌，他的信用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那場火災，來自妻兒的名字，也來自公眾對逝者的情感投射。林生斌曾公開提到，品牌與紀念有關，部分收益將用於公益，也會籌建公益基金。公益這條線後來成了輿論反彈裡最敏感的部分，因為他早期並不是籠統地說會做公益，而是留下過更具體的說法。2017年7月，他曾發文稱自己已經委託好友和律師幫助籌建童真一生公益基金，在政府有關部門核准審批前，謝絕任何方面的捐資，並說明這個基金和6/22火災案的善後處理沒有關聯。當時這段話看起來是要把悲劇之後湧來的善意放進一個更制度化的出口裡。後來網友翻資料時，問題來了，這個基金到底有沒有落地？
有截圖顯示，店鋪客服曾向消費者確認，店鋪會以購買者名義捐贈每筆成交的10%作為公益計劃善款。另一張截圖顯示，在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搜索童真一生，沒有看到對應基金會或社會組織結果。爭議點並不是他有沒有做過善事，麻煩在於，當每筆成交捐10%和商品銷售綁定在一起，消費者就不只是普通買家。他們購買時可能還相信自己參與了一項紀念逝者、幫助公共安全的公益行動。一旦公益承諾被用來促成消費，它就不只是私人善意，而是商業承諾。商業承諾需要賬目，需要路徑，也需要可以核驗的結果。更讓人不舒服的是，林生斌後來進入了直播帶貨體系。根據公開報道，從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林生斌個人抖音賬號共直播23場。第三方統計數據顯示，累計銷售額約為5268.7萬元。到這個階段，圍繞林生斌的已經不是私人悼念，也不是零散經營。公眾同情、紀念性品牌、公益承諾和商業轉化被放進了同一個系統。於是問題變得具體了。當紀念和生意連在一起，哪些事應該提前說清楚？當逝者名字成為品牌資產，經營者是不是應該承擔更高的透明義務？爭議爆發後，網友查的不只是感情時間線，也包括品牌和公司痕跡。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品牌消失，而是一組經營痕跡，相關公司狀態變化，部分商標顯示無效，新的商標申請又出現在特殊日期附近。有企業和商標信息截圖顯示，一些與林生斌相關的公司處於註銷狀態。另有截圖顯示，林先生的衣帽間、林先生的 Cloakroom 等商標狀態為商標無效，申請日期是2021年6月22日，類別包括布料床單、廣告銷售、服裝鞋帽。這個日期太敏感了。2021年6月22日是藍色錢江縱火案4週年。8天後，2021年6月30日，林生斌公開自己有了新的家庭和女兒。這些事單獨看都可以解釋，可一旦放進同一張時間表，公眾原本相信的莊重、深情和克制就開始鬆動。新家庭公開後，很多人開始追問，他什麼時候再婚？孩子什麼時候出生？新的感情關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後來，林生斌公開回應了部分問題。按照他的說法，2017年4月，他與現任妻子相識。2017年6月，火災發生。2019年11月，兩人確定情感關係。2020年夏天，現任妻子懷孕。他同時否認現任妻子曾介入自己的上一段婚姻。僅憑這些公開信息，外界無法判斷私人關係的完整細節，也不能據此推導出婚內關係、刑事案件或其他更嚴重的結論。但公眾的不適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很多人開始回看此前幾年南京博物館的偶遇照片，被指在澳大利亞拍攝的同行照片，還有散落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截圖和爆料。這些信息來源複雜，部分照片的拍攝時間、同行者身份和完整語境也缺少權威確認，所以他們不能直接當成事實結論。但他們說明了一件事：公眾已經不再按林生斌曾經給出的敘事理解他。輿論倒查往往就是這樣，很多時候不是先找到證據，再得出結論，是信任先沒了，過去留下的每個碎片都會被重新解釋。而這些碎片裡最刺痛人的是賠償和朱家親屬。這場火災裡失去生命的不只是林生斌的妻兒，朱小珍也是朱家父母的女兒。從法律關係看，朱小珍死亡後，她的父母不是旁觀者，死亡賠償金不等同於遺產，但她面向的是死者近親屬的損害補償。朱小珍的父母本身就是近親屬，也有權利基礎參與相關賠償的分配或協商。當然，火災中去世的是朱小珍和3個孩子。朱小珍父母對女兒朱小珍的死亡賠償有權利基礎，至於3個孩子對應的賠償，法律關係更複雜，不能簡單混在一起說。但無論如何，朱家父母不該在敘事裡消失。公開報道中，林生斌與綠城等主體後來達成和解，賠償數字被保密。到了2021年，朱小珍哥哥公開發聲，表達了對妹妹遭遇和後續處理的不滿。
網上也流傳過賠償金分配相關截圖，涉及父母比例、賠償款項等內容，但這些截圖來源複雜，不能直接當成完整事實。可是它改變了公眾理解這件事的角度。朱小珍背後還有父母、兄弟，還有逝者娘家對賠償、紀念和關係處理的感受。這時，林生斌形象裡的反差變得很尖銳。一個人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多年維持深情丈夫的形象，可以把妻兒名字做成品牌，也可以把悲劇轉化成道德信用。但當賠償、老人、賬目這些最現實的問題出現時，外界看到的不是透明，而是保密、沉默和親屬之間的裂痕。公眾反感的正是這種分配不均。鏡頭前是悲情，品牌裡是深情，可現實裡的賬目、老人和親屬關係卻一直模糊。真正需要被體面安放的朱小珍父母，反而被留在一筆說不清的賠償後面。當然，也有人替林生斌辯護，人不能永遠活在創傷裡。再婚、生子、做生意都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失去妻兒的人，也不該因為曾經悲傷，就被剝奪重新開始的權利。這個說法是成立的，邊界也必須說清楚。2021年8月3日，杭州市聯合調查組發布通報，通報明確表示，公安機關未發現林生斌參與策劃實施縱火案的事實。網絡上流傳的多項說法，包括林生斌與莫煥晶存在不正常關係，案發當晚出現在火災現場附近，提前為妻兒購買大額意外保險，並將自己設置為受益人，都被通報認定為謠言。所以這件事不能被講成刑事陰謀。更該討論的是另一件事，一個真實悲劇進入公共敘事後，怎樣和商業系統連在一起。林生斌事件引發反彈，不是因為再婚本身。一個經歷過巨大創傷的人，當然有權重新生活。讓很多人不舒服的是信息落差。過去幾年裡，公眾長期接收到的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悲傷敘事，但私人生活、商業經營、新家庭、品牌布局、公益承諾和賠償關係，可能早就沿着另一條路往前走了。這種落差最後變成了信任危機。公眾開始追問，自己過去幾年投入的同情、關注和消費，到底是在支持一個努力重新生活的人，還是也在支撐一套圍繞悲劇搭起來的商業敘事？當真實悲劇帶來的道德信用進入商業系統，透明度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你可以重新開始生活，你可以戀愛、再婚、生孩子，你也可以做生意。但如果你繼續把逝者放在公众面前，繼續獲得悲情帶來的信任，就不能把現實生活和商業利益一直藏在敘事背後，只在不得不公開的時候才交代。所以，一條公開新家庭的微博才會引發這麼劇烈的回看。人們反感的不是一個男人走出了悲傷，人們反感的是他已經走出來了，卻還讓很多人留在他講過的悲傷故事裡。